你们弄到这个小盘子干嘛？装那就写这个大盘子，一个这么一点点的一个大盘子装着。这个腊肠你也没吃完，一大盘腊肠吃的剩这么点。这个腊肠我这个傻婆娘啊，今天晚上你只煮了，你没凉是吧？对，我是热的才切的，热的切这几天散了，放凉了之后就不会。我就在这里跟朋友们说一下啊，收到腊肠的朋友，先用40-50度的温水，然后放里面，先把水烧到40-50度，然后把腊肠放里面，然后放里面煮个4-5分钟，捞出来之后要冷却2-3分钟，然后再切。因为热的时候从锅里面直接捞出来切的话，还是会有点散，那就是有点散。但是如果冷却一下再切就不会散。切生个切现得散，连续啷个的切现得散。这个是昨天打包，然后剩下的香辣烟熏味的，好像这第二批腊肠稍微有一点点咸了，我不知道是盐没化还是怎么回事。就多煮一会儿啊，朋友们收到就多煮一会儿，那个盐度就适中了。现在做饭也是你，洗碗也是你，辛苦了啊！这段时间杨老师他们都累到了。而且跟大家说个不好的消息啊，我妈今天也阳了，确切的说，我不知道有没有阳，反正是头痛脑热发烧。今天下午带她再打针。我家第一个阳的就是我嫂子，第二个是我哥，第三个团子，第四个我爸，第5个是我妈了啊。那现在也就剩我们几个了啊。你老是放狗屁啊，老是说我们怎么样看了啊？没有，这说明咱们抵抗力稍微强一点，千躲万躲还是没躲过去。不出门，我妈基本上也不出门的，还是没躲过去。应该不是熬夜，加上当天晚上我看她穿很少的衣服从冲凉房、洗澡房出来，被子那天她被子还盖得那么薄，就这2天才换了那厚被子来的，应该是冷到的。她那被子，给她买了那么多床被子，她始终就是好像就留着有用。之前罗一轩一个人睡在床上，就盖了一床那是冷到的。这么厚的被子，我跟他说他。那怎么会冷呢？那怎么会冷呢？跟他争了半天才给罗一轩换床被子。我都想不明白，人家老子什么那么节省，被子都不舍得拿出来盖，盖那么薄的，晚上睡得舒服吗？现在腊肠的事业忙得差不多了，然后我有个事业跟你商量一下啊。这几天一直都忘记跟你讲了。没事，说。反正又过了1218，想起来了吧？我姐突然跟我说，我妈也阳了。这个不是老妈阳不阳的问题，这个是不能再拖了。你像我哥。我嫂子结婚结了1年，定到28号吧，这又出问题了。所以为了避免夜少梦多，不过少东现在还真是不敢去啊。小团子这么小，团子小，这关团子啥事哎？又不是去做亲子鉴定，我是说咱们2个领证啊。那我怎么回去拿那个户口本那个纸？你不信？你看我手机，昨天我二姐给我发了个信息，昨天妈妈也阳了。找你旁边那个嫂子帮忙发顺丰发过来，我给个红包给她。您家蛋糕店生意忙得很，忙得很，抽1个小时，年底了，就抽1个小时，年底了，你也知道年底了啊，年底了。明天好像是平安夜，后天是圣诞节啊，圣诞节外国人过年啦。那圣诞节每一年的日期它不一样的，那不能是圣诞节。你像我哥他们这次婚礼本来是100%的要办的，结果又出这档子事，所以你今天晚上就跟那个嫂子商量一下，抽1个小时，我给他发个红包。而且现在要买医保了，要交那个医保费用了，要给你增加进去啊，是不是？不管从哪方面考虑，都要把户口寄过来了，留着当宝啊，能吃哦。早点弄过来，早点领了，也不挑什么好日子不好日子的，就挑个12月30号吧，1230，反正12月31号就12月30号，也不选了。什么好记不好记，我搞到备忘录里面就行了。不说了，也不要说12月30号，其实证也不重要，只要你对我好，什么随时可以领证。那证什么不重要？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，知道吗？好多朋友一直在说是彩礼的问题，但是实际上我们都知道是吧？就像朋友们说的，早就该给你个名分了。这现在孩子都有了，名不正言不顺的，会被说闲言碎语的，知道吗？名分，彩礼到时候一定会有的，结婚酒明年再办，然后先把证领了。我跟你说，这就是名正言顺了，知不知道？我跟你说，我父母并不要的是彩礼，是确实真的太忙了。你就把你的事情忙完之后，我们再去弄，好吗？忙完了，腊肠27号之前基本上全部会发走。30号反正领个证咱们就回来了，戴个口罩去吧啊。
还有团子的抬头都还没剃呢，真的忙了啥都。说到团子胎毛就这个头发，我问大家个问题啊，是不是一定得100天之内理，还是可以拖一下？因为现在情况不是这么严重嘛，这么多羊，所以我怕带他去街上理个发，等一下又阳了回来，那天晚上真的熬了一个通宵。100天不剃的话，要等到周岁去了。我们呢是这样子的，要么就是100天剃，要么就是周岁。那就周岁吧。真的忙，太忙了。你先别走，我现在把外套穿上了。你不要真的让朋友们认为是彩礼的问题。我跟你讲，不是，是真的确实太忙了。我也忙不是借口。我也想着等下赶紧给团子的户口上了。团子的户口那迟早得上，那做行政经理要去派出所，派出所公安局，我估计现在也不会随随便便让我们进去，你知道吗？现在这么严重。现在这么多人，既然不是彩礼的问题，反正彩礼我心里大概有数啊，不是彩礼的问题。你看之前我找你，就是因为咱们俩吵架，然后没办成，后面你自己找我谈，咱们两个又吵架，在我又找你去的时候，又忙了，那这是反正12月30号，就12月30号。你干脆你就去他外婆那里拿算了，右手提个鸡，右手提个鸭，左手一只鸡，右手一只鸭，再抱着一个胖娃娃回家。好，那外婆马上拿给你，你们赶紧去把证办了，等下小孩子的户口赶紧上了。想的是挺好，等一下左手一只鸡，右手一只鸭，结果到最后不仅鸡鸭要留在那里，人也要留在那里了，回不来了。在那里过年不好吗？天天杀鸡杀鸭给你吃，绝对他外婆绝对会。我不吃啊，他买了好多鸡鸭回去讲。我不吃啊，鸡鸭留不住我。如果说我们回去过年的话，我爸还会买。羊会留住我，鸡鸭留不住我。羊也会安排。我们隔壁那个人他养了羊的，每年我爸都会买一些羊。我说的羊是哪个羊？哦，那个羊。我都被你套进去了。反正就12月30号啊，也不拖了啊。不一定。明天去看茶油，后天发腊肠，我大后天发腊肠，发完腊肠，我自己开车过去了。那就得了嘛，我不是刚刚跟你说了吗？然后顺便跟老妈商量一下彩礼的问题。老人家要的并不是这些东西，他是想让我们两个人和和睦睦的过。和和睦睦那是肯定的，我不会说话啊。但是该给的还是要给的，毕竟养个女儿这么大了嘛，是不是？30多年了，那再怎么样又不是吃空气长大的，反正就这样定了。再拖就真到明年了，不可以再找任何理由。我们两个也别再吵架了，不可以再找任何理由。这不是理由。好，没有什么理由，我有什么理由的吗？那就打住，那就打住。我的性格。我有这个手冰的呀，那就打住啊！不能再说了啊，就这样。团子，你妈这个憨憨啊，老是找理由。